这个西瓜头是上一集中提到的戈亚王国的现任国王萨博的义弟斯特林，一个挤破了脑袋想要进入贵族圈中极其崇拜权力地位的家伙。由于他作为国王第一次参加世界会议，玛丽乔亚的接待者按照世界政府的习俗规矩，带他来到了玛丽乔亚的盘古城，拜见世界权力的制高点虚空王座。之所以将这个靠背高的几乎戳破天花板的椅子称为虚空王座，是因为这个座位无人可坐，也无人能坐。虚空王座象征着世界各国国王均为平等，不抱有独裁之欲的誓言。王座周围的20把武器，就是世界最初的20人在800年前立下的誓言。这里是世界的中心，正因为无人可以坐在上面，才是和平的象征。就像世界政府最高的权力者天龙人最高地位五老星将权力5等分一样，这个世界不存在仅有一人的王。斯特林看到虚空王座的瞬间，激动得浑身发抖，口水都要流到地上了，差一点就要变态。这里就是世界的中心，坐在那个宝座上就能成为全世界的王，好他妈的想坐一下呀！接待者立刻打断了斯特林的幻想，就算仅仅是想一想，这种事儿也绝对不可能存在。虚空王座没有人可以坐。经过漫长的等待和准备，尼普顿王携手王子和公主，终于迈出了向人类世界靠近的这一步，成功的登陆玛丽乔亚参加世界会议。这也是一级王妃的夙愿。一级王妃曾经顶着巨大的压力和同族的鄙视厌恶，拼命的宣传，征求众人的签名，向世界政府提出移居陆地的申请。如今愚人族向着一级王妃努力的方向一步步迈出了脚步。尼普顿王看着一片蓝天白云，想起妻子当年四处奔波的身影。一级王妃呀，我都想也带着你来到这个地方。这时社交广场上传来白星公主的尖叫，原来是一个蠢逼天龙人正在指挥自己的奴隶绑架白星公主。白星公主又大又漂亮，蠢逼天龙人起了歹意，光天化日之下就这样明着绑架抢人。反正不管是王族还是平民，都无人敢冒犯天龙人。天龙人所在的地方就是无法无天的地方，其他王族能忍，白星的3个皇兄可忍不了。他们刚要动手，尼普顿王在背后抓住了3人。作为白星的父亲，尼普顿王看到这个情景，早已气得浑身发抖。可是他知道绝对不能轻举妄动，否则一级王妃所有的努力都要付诸东流，很可能整个愚人岛都会遭到天龙人的毁灭。薇薇安和雷贝卡也要动手，被其他人拦了下来。老蔡死死地抓住雷贝卡，愤怒又无奈地说道：“如果惹怒了天龙人，德雷斯罗萨就没了。”蠢逼天龙人的奴隶一招过肩摔，将白星公主摔倒在地，然后将巨大的手铐往她身上缠过去。小人族雷欧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居然这样对待老大的朋友，是可忍孰不可忍。雷欧拔出牙签一样的短剑向天龙人冲过去，老蔡一看这是拦不住了，豁出去吧，紧随其后也向前奔过去。突然一道白影闪过，一个人抓住飞速奔跑的雷欧，重重摔在地上，接着一脚将老蔡踹翻在地。众人定睛一看，原来是臭名昭著的 CP0， 世界政府直属特务组织 CP 的最高级别机关，拥有更大的权力。以前任职于 CP9 的罗布路奇和卡库，现在是升官发财了，在 CP0 这里伺候天龙人。除了路奇和卡库，还有出现在蛋糕岛的史翠西，在天龙人手下任职就是不一样。罗布路奇和卡库比2年多前更嚣张，别忤逆天龙人，这是小孩子都知道的事情。这几集中的回忆巨多，其他的回忆可以省略，不过大战司法岛的地方还是该简单提及一下。未来草帽团如果要和世界政府发生冲突，罗布路奇绝对是其中的一道大山。2年前路奇还是小弟的时候，受命逮捕罗宾，路飞带着草帽团的兄弟勇闯司法岛，并且直接让乌索普射穿司法岛上面飘扬的十字形旗帜，公开叫嚣世界政府。一直习惯独来独往要强独立的罗宾，这一刻终于崩溃，哭着喊着路飞微微一笑，和草帽团的兄弟们与路奇率领的 CP9 杀手进行殊死搏斗，最终战胜罗布路奇和 CP9， 成功的救出了罗宾。之后罗布路奇隐藏了自己的行踪，暂时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中。路奇踹老蔡的这一脚力道比较狠，老蔡疼的站都站不稳了。不论是权力还是武力，白星这边完全处于弱势。天龙人是权力的顶点，不需要讲任何道理，即便他们再蛮横再霸道，也总有一群马仔围在左右，为他们做爪牙。薇薇安公主不敢对天龙人出手，只好揪住路奇撒气。路奇面无表情，完全不想理他。尼普顿王又愤怒又激动，一级王妃舍弃性命想要生活的阳光陆地，竟然是这种野蛮人掌控的蛮荒之地，怒气值跌到了顶端。尼普顿王浑身散发出很强烈的杀气，薇薇安意识到事情不妙，赶忙挡在天龙人的前面，劝尼普顿王冷静，绝对不能对天龙人出手。尼普顿王举起拳头，怒道：“如果陆地是这个样子，那我绝对不能带着我的人民来到这里生活，不如现在痛揍他们一顿，回到深海之中。抱歉了，一级王妃。”
雷贝卡大叫一声：“陆地不是这个样子的，这里根本不是陆地，眼前的这些家伙也不是人类。”蠢逼天龙人有 CP0 爪牙，虽然怕得要死，但还是强忍着恐惧，强行装逼，命令陆奇立刻干掉尼普顿。陆奇一听主子下令了，赶忙应承下来，恨不能跪在地上给蠢逼天龙人舔鞋。尼普顿大吼一声，如同一块小陨石一样的大拳头对着陆奇和蠢逼天龙人砸过来。陆奇拉开架势，准备下杀手。这时，通的一声，一个人影将蠢逼天龙人一棍子敲飞，蠢逼天龙人在地上滚了几圈，重重的摔在墙角，口吐鲜血，失去意识。所有人都愣住了，尼普顿王也停下动作，陆奇等人赶忙寻找周围的危险。镜头一转，另一个天龙人手持一根铁棒子，一边喘着粗气，一边真诚的道歉：“同为天龙人，我感到很羞耻，请原谅，抱歉让各位受惊，蠢货给社交场地带来了恐惧。”大家懵了，居然是天龙人打了天龙人，这下子任何人也不敢插手。陆奇一时间不知道该舔谁，棍子天龙人怒喝一声，将挟持百姓的奴隶喝退，然后他面向尼普顿王屈膝下跪，沉声说道：“你可能已经不记得我了，尼普顿，但是龙宫王国有恩于我，我一直等待着这一天，等待你们到来的这一天。”尼普顿仔细端详了一下这个天龙人之后，震惊地瞪大了眼睛。因为这个天龙人就是10年前无意间闯入愚人岛被一级王妃救下的天龙人，名为堂吉诃德·穆斯加鲁德。不知道这个家伙和明哥是不是有点关系？当时正值愚人族最为憎恨人类的时候，在愚人族的眼中，天龙人是陆地人类的代表。当这个天龙人来到愚人岛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引来了愚人族的公愤。愚人族将天龙人团团围住，要将他酷刑折磨致死，以解心头对人类的愤恨。一级王妃力排众议，凭着自己单薄的身躯替天龙人挡下子弹，阻止了愚人族对着这个天龙人的迫害，并且亲自给天龙人治好了身上的伤。从愚人岛调派了一艘大船，亲自送天龙人回到了陆地。当时所有人都以为一级王妃这一去绝对不会回来了，因为大家都认为天龙人是不讲恩情不讲道理的。这个天龙人当时扬言为了惩戒愚人岛对他的大不敬，回去后一定要狠狠的报复，但实际上他并没有为难一级王妃。数日后，一级王妃平安归来，并且带回了天龙人特批的亲签信函。正因为这件事儿，一级王妃得罪了愚人族中以霍迪琼斯为首的一众激进派，最后导致送命。天龙人中也存在一些明事理的人，堂吉诃德对一级王妃的恩情难以忘怀。他知道一级王妃一直都希望愚人族能生活在陆地上，因此他一直等在马里乔亚，等待愚人族的到来。一级王妃的教诲让我成为了一个人，我想全力帮助你们，尼普顿王。再次见到你，我感到很荣幸。退下 CP0。新世界鬼之岛，这里是四皇凯多大本营。凯多躲在山洞里喝闷酒，消息封闭的和之国让凯多对外界发生的所有大事件毫不关心。同为四皇的大妈通过电话虫联系上了凯多，提出了一个交易。草帽路飞目前正赶去和之国，把这小子的命留给我，你不要出手，等我赶去和之国干他一顿。凯多一听，这算哪门的交易？这叫打劫！不管是猎物还是宝物，到谁的地盘就归谁，哪有去别人家要东西的道理？说起来，路飞可是同时得罪了2位四皇，认真来说应该是3位。和路飞有着深仇大恨的黑胡子就不说了。刚刚结束的蛋糕岛大战，路飞和山治把大妈的地盘搅得一团糟，不仅破坏了蛋糕岛首都的蛋糕城堡，还连续干掉2名将星，绑架了大妈的仆人宙斯，让大妈在整个世界颜面扫尽。按大妈的想法，必须将路飞抓过来斩首示众，并且挂城门上，才能找回面子。更早的故事情节中，路飞率领兄弟们在德雷斯罗萨破坏了多放了明哥的人造恶魔果实工厂，直接捣毁了凯多的人生大计。凯多最初的目标是利用人造恶魔果实创造出一个全是能力的最强海贼团，没想到草帽路飞横插了一脚，挟持凯撒，摧毁工厂，干掉明哥，一系列的操作让凯多的人生大计搁了浅。凯多对路飞可谓是深恶痛绝，只要这小子敢在和之国露头，我必须用手里的狼牙棒让他知道什么是快乐星球。凯多给大妈的回复是：我一定要干掉那个小鬼，如果你来了就连你一起杀掉。大妈也很强硬，我不是和你商量的，是通知你一下而已，别忘了你还欠了我一个大人情呢，就让我们像从前一样一起共事吧。从大妈和凯多的对话中，我们发现了2个极为重要的信息。大妈和凯多从前在一起待过，凯多欠大妈一个很大的人情，至于是什么，稍后再慢慢道来。2个四皇私下联络，很快就引起了海军总部的关注。要知道，四皇之间互相联系可是大事儿，一个四皇就差点把海军总部毁了，2个四皇如果在一起搞事情，还不得把天龙人给灭了？最重要的是，这次大妈和凯多的通话没有像以往一样用的加密线路，而是大大方方、大张旗鼓的提出联手，那个意思就好像在向海军宣战，够胆的你们就来试试吧。
大妈选择的这个时间很恰当，正值世界会议期间，全世界顶尖战斗力都在马里乔亚保护天龙人和各国的政要首脑，没有多余的人手派出和2个四皇开战。大将黄元提出亲自赶去和之国警告一下凯多，赤犬将他制止。和之国有大量未知的战斗力潜伏之中，而且和之国是世界政府的未加盟国，他们并不想插手，海军的介入说不定会引起不好的效应。卡普这边很快也知晓了路飞被2个四皇同时盯上的事情，但他毫不在意，感动我孙子试试，我非得派遣他爹过去收拾收拾这2个混球。不过无论如何，凯多和大妈的行动，海军都不能放任不管，尤其是卡普，没有人比卡普还了解这2个家伙联手的危害性，因为他们是卡普被称为海军英雄的间接因素。简单来说，卡普成为海军英雄并不是因为罗杰，在罗杰的上一个时代，有一个更猛的人肆虐着整片大海，这个家伙有多猛没人知道，但是从他的船员阵容上就可以看出来，他不是一般的猛人。大妈、凯多、白胡子曾经都是他的船员，他的名字为洛克斯。此时此刻，马里乔亚又来了一个让人震惊的人物。盘古城的权力之间，这里是天龙人的最高权力五老星们所在的房间。一个瘦高身影被卫兵们带到了房间里。现在是世界会议，不管是从立场还是从身份，这个瘦高的身影都是最不应该出现在马里乔亚的人。正因为如此，五老星特意腾出时间接待了他，因为这个男人特意来到，必定是有什么不得了的大事要和他们商量。男人走进房间后也不客气，直接坐在了沙发上。我来是要和你们商量个事情，关于某个海贼。男人露出侧脸，居然是身为海贼的四皇红发。看起来红发的身份很不一般，不仅仅是四皇这么简单，能让五老星特意接待并且如此的信任，红发到底有多大的背景呢？我是仙魔君，咱们下期见。